在阿尔卑斯山下现场看冬奥会比赛会是什么样的感受？谷爱凌住的意大利冰雪小镇上都有些什么好吃的？大家好，我是八梅。这期的巡回演吃会，一起去位于阿尔卑斯山腹地的意大利利维尼奥。这里不仅是米兰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的比赛地，会诞生26枚金牌，更是一个具有童话般传统风貌的冰雪小镇。去现场感受奥运会比赛，一路上看看当地人都吃些什么。凌晨的飞机坐了12个小时，到米兰的时候天刚蒙蒙亮，还需要继续坐火车往阿尔卑斯山的方向。这里就是著名的米兰中央火车站，始建于1864年，经历了1战和2战。这里不仅是欧洲最宏伟的铁路枢纽之一，可能也是欧洲小偷最多的地方。一边拍一边紧紧抓着我的手机和包。它的内部有很高的穹顶，还挺漂亮的，站台看着还有点像哈利波特里面的。要坐大概3个小时的火车，先到一个叫迪拉诺的小镇，那是前往利维尼奥的必经之地。一路上的风景都很漂亮。现在窗外就是科莫湖，是一个在阿尔卑斯山下的冰川湖。在火车上就看到谷爱凌已经进决赛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到了迪拉诺，这里真的会让你有一种一下车就想深呼吸一口的感觉。这小镇上人还挺多的，天气真好呀。Ciao。刚从火车站出来就闻到了烤披萨的香味。都到意大利了，怎么也得吃一个正宗的意大利披萨。菜单上好像真的没有凤梨披萨。身后就是雪山，它这里的前菜是这个小披萨，是油炸的披萨。刚听路边有人在吃这个，特别酥。它这个是先把披萨的面饼炸蓬松以后，再放上酱汁和奶酪用火炉烤。哇，整个这个饼特别的酥，你可以听到这个声音，哇，绝了！从来没吃过这么酥的披萨。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是新鲜番茄那种有点酸酸的味道，不甜。点了杯意大利的国民饮料，是鸡尾酒阿佩罗晨光，这个颜色在阳光下特别好看。闻着有很浓的橙子的味道，会有一点酒味，但它那个橙子的味道很香。好的，披萨来了，好香啊！这边的菜单没有图，盲点的披萨。我点的这个是这种厚厚的松软的饼底，搭配的是风干熟成的火腿，上面是一颗新鲜的布拉塔芝士球。上面这个红色的，我一开始以为是辣椒干，其实它是日晒的番茄干，然后还有开心果碎。我感觉它这个饼皮特别的香。这个新鲜的布拉塔奶酪，咬下去会有一种爆浆的口感，搭配火腿的咸香，还有晒番茄的酸甜，一口吃进去真的很爽。因为今天太阳很好，所以也不觉得冷。火腿夹着开心果的香味。这个披萨18欧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它这个火腿吃起来很油润，然后在嘴里嚼的时候越嚼越香，太美味了。我还点了个千层面，它这个千层面是烤的挺焦的这种千层面，从来没见过。没见过，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吃过正宗的。哇哦，这个肉酱，里面肉也很多，感觉切开的时候就感觉很香。来尝尝看，到底跟我以前吃过的有什么区别？哇，夹在这个千层面中间的肉酱，它的香味特别浓郁。吃进去的时候主要是肉的香味，而不是番茄酱或者是其他酱的那种香味。我发现这边本地的番茄酱汁的味道，无论是在披萨上面的还是千层面里的，都没有那么甜，更多的是番茄自然的酸味和清香。这个店它就在迪拉诺火车站的对面，它这个火车站也很小，就是一个很小的房子，给你们看，就在山下面。饭后甜点当然是要来尝尝意大利本地的提拉米苏，再配上一杯 espresso。总该在提拉米苏的发源地吃一个提拉米苏吧。它这个提拉米苏就是用那种生鸡蛋做的提拉米苏，好软啊。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开幕式上的那个意大利人的手势？意大利人喝咖啡的动作。它这个还是蛮香的，好棒啊！迪拉诺小镇不大，感觉走走都能逛完。远处还有火车的声音。这里其实已经靠近瑞士边境，世界著名的伯尔尼纳红色小火车就是从这里出发。
穿越阿尔卑斯山前往瑞士。小镇上古老的石板路、错落的老房子还有教堂，都被雪山环抱着，会给你一种很宁静温柔的感觉。叫叫你咪咪你不应，说俏你应了。俏哦，果然是意大利猫，得用意大利语交流。早早休息，明天就要出发去利维尼奥了。天不亮就出发了，他们这里是早上7点半才日出，现在是6点半，早上的蓝调。现在出发去利维尼奥。从蒂拉诺到利维尼奥，还需要在这里搭乘大约2个小时的巴士。一路上窗外的风景会逐渐变成被白雪覆盖的山峦，海拔会来到接近2000米，室外的气温也会降到零下10度左右。远处就可以看到被积雪覆盖的小镇，好像童话里的场景。好像已经看到今天比赛的雪道了。一下车就明显感觉比在蒂拉诺的时候冷多了。对，哈气了。帽子拿出来，我以为不是很冷的，没有穿秋裤，还是有点冷。买了顶 Tina 的帽子。这次米兰冬奥会的吉祥物就是生活在阿尔卑斯山的白鼬。这里有一个利维尼奥武汉的雪雕，在雪里待的时间长了，不戴墨镜感觉都快瞎了。这个雪咯吱咯吱的，踩着还挺舒服。哇，这应该是大跳台吧？没想到这个大跳台竟然有这么高，跟在电视上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，还是挺震撼的。这个应该就是待会谷爱凌要从上面跳下来的地方啊，滑下来。Please open the QR code. Perfect. 哦，啥也没有。今天一起床就开始赶路，还没吃早饭，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一段时间，先去找点东西吃。我看到这里有卖热巧克力，赶紧要了一杯补充点能量。我感觉从来没有这么需要过一杯热巧克力。意大利人的早餐不能没有可颂面包，在意大利可颂可能就像咱的油条，蘸着稠稠的热巧克力。意大利的热巧克力都是这样的吗？它真的是热巧克力，像芝麻糊一样浓稠的那种，这简直就是雪山下最美味的组合。它这可颂是很酥的，巧克力特别的浓稠，就像在喝粥一样。我在这里还发现了一种很有当地特色的东西，叫 polenta， 玉米粥配香肠。我之前就听说过，但是第一次见。在利维尼奥这样的高海拔、冬季漫长的地方，玉米粥是当地农民牧民最重要的能量来源之一。它本身味道比较清淡，但他们会把它熬得很浓稠，金黄色的会让人感觉很温暖。再配上瓦尔泰利纳地区独具风味的香肠，如果有条件呢，他们还会配上山里打的鹿肉。虽然很好吃，但这样一份要18欧。这里还有一种金黄色的饮料，你们猜是什么 The best in Italy. Bombardino, the best in Italy. Bombardino。 Amazing. Fantastic. 它叫 Bombardino 热蛋酒，阿尔卑斯山区必不可少的热量炸弹。One shot. Arigatou gozaimasu. 据说它就是起源于利维尼奥，传统的配方就是蛋黄加上烈酒，再混合香草和糖，喝的时候配上一点点奶油。酒味超浓的，感觉度数还挺高的，入口会感觉很丝滑，就像液态的提拉米苏，但同时又有很浓烈的酒味，一口下去感觉整个人都会热起来。吃饱喝足，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看到谷爱凌已经在热身了。看这个自由式滑雪，它是没有座位的，大家都是自由的站在场边，各自为自己国家的运动员激动的加油欢呼。谷爱凌。Eileen bringing the noise on the rail section. What you got for the jumps? Off we go on bio. Up 10-second jump. Vediamo il punteggio adesso 86. 谷爱凌和瑞士名将都用一套个人最高难度的动作完成了第一轮，但是第二跳瑞士名将格雷莫德跳出了86.96分，比谷爱凌高了0.38分。如果谷爱凌想赢，就必须在前面的道具区尝试成功率很低的高难度动作。结果2次都失败了，但最终还是得到了银牌。比赛结束后，他还跑到场边和大家打招呼。他说这已经是他这辈子跳得最好的一次了，所以没有遗憾。从上面都能看见旗子，你们辛苦了。谷爱凌，这次还得感谢 B 站和咪咕的邀请，在阿尔卑斯山下第一次现场看冬奥会比赛，真的很震撼。比赛结束后，大家都在小镇的街头酒吧狂欢。但我发现，明明我们得了银牌，庆祝的队伍里却只有瑞士和加拿大人。所以我举起阿佩罗晨光，加入了狂欢。他们这房子都是木结构的。啊，他这个店是专门卖这个宠物用品的，太可爱了。哦，雪里钻。下午我准备去尝尝利维尼奥这边的另一个特色美味，就是这里的风干牛肉。你在利维尼奥的任何一个酒吧或者餐厅，几乎都可以吃到这种肉。它的颜色是这种红宝石的颜色，是用牛腿上的筋肉严严风干。它这个风干的肉片真的是很干，感觉一点水分都没有。应该是这样制作的肉，在冬天可以保存很久，所以他们冬天也有肉吃。因为冬天打猎就是比较难，可能，而且闻起来很香。然后它是配了一些干酪，它这个是牛肉做的，好吃。其实它吃起来有点意大利萨拉米的那种长的味道，但是没有萨拉米那么油，嚼在嘴里很香。跟这个干酪一起吃进去，还有芝麻菜本身的那个香味，很干香的那种味道，这种感觉就像吃香菇干要比直接吃新鲜的香菇要香很多。它会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在嘴里爆开了，好香啊！利维尼奥所在的瓦尔泰利纳地区的蜂蜜还有果酱都很出名。我选了这个无花果酱，带回去尝尝。同样出名的还有这里的酸奶，在当地的小超市就可以买到，小瓶子长得还挺可爱，有很多种不同的味道。没有糖，原味的，特别厚的酸奶。长途跋涉再回到蒂拉诺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这时候的小镇显得格外安静。我订了一家餐厅，准备好好吃一顿再走。在这里还挺好看的。这个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帕尔马火腿，这个火腿片呢很薄，它这个火腿吃进去的时候很绵的感觉，
它淡口吃的时候稍微有点咸，可以配上面包。火腿搭配的这个是无花果酱，这个面包还是热的。这个肉吃起来又软又糯。我还点了一碗这个南瓜汤，还挺稠的，很浓郁。淡淡的咸味。这个餐厅是在一个石头洞里面，还有点像那个意大利披萨的窑炉，可能现在就在一个很小的窑炉里面吃饭。我终于决定要来品尝一下这里的鹿肉。鹿肉可以说是阿尔卑斯山区饮食文化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我好像还从来没有吃过鹿肉，好嫩哦，感觉这个肉还挺生的，好像红色的，尝尝看。它这个酱汁吃起来会有一点甜，有那种焦糖的味道。其实我觉得鹿肉吃起来有一股鸭肉的感觉，它会有一点血的味道，再加一点内脏的味道。而且这个肉本身吃起来会有一点酸酸的，它这个酱汁里有一股咖啡的味道，这个调味还挺特别的，加了咖啡就感觉很意大利。它的熟度还不一样，这块肉呢是全熟的，这个肉呢应该是7分熟，这块肉是3到5分熟吧。其实我觉得从口感来讲，还是越生的越好吃。这个荞麦宽面也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，但它是瓦尔泰利纳山谷最具代表性的食物之一。因为这里小麦很难生长，而荞麦耐寒，所以当地人把荞麦做成这种颜色看起来灰灰的面条，然后拌上土豆、芝士、卷心菜什么的，属于是高热量、高碳水，一碗吃下去又饱又暖和，很适合抵御山区的严寒。它这个面条嚼起来会有一种颗粒感，嚼起来还是很香的。来到一个地方总要尝尝当地的特色。我又点了一个这边的特色苹果蛋糕，还是热的，刚烤出来，还挺好看的，像个蘑菇，要比麦芬蛋糕更加的湿润柔软一些，有很浓的苹果的香味。咬的时候你会吃到里面有一些苹果的颗粒，感觉就像加了新鲜苹果颗粒的，吃起来比较湿润的那种棒蛋糕。那个粗荞麦面真的太顶了，果然是热量炸弹。我感觉吃了这碗东西，我可以踢正步到利维尼奥。意大利小孩的书包也很大的，清晨上学的路上。吃啥呢，宝宝们？这地上啥也没有啊。下一期一起去米兰逛逛，看看时尚之都米兰的美食是不是同样那么有魅力。那希望这期大家看得开心，吃得开心。喜欢演智慧系列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米兰见。